那時，司提反在公會中站立，被帶到眾人面前。大祭司問他說：“這些事果真如此嗎？”他沒有直接為自己辯護，而是開始從整個民族的歷史講起，把他們共同的起源一點點重新展開。他說：“諸位父老，請聽，當榮耀的神在我們的祖先亞伯拉罕還住在米索不達米，還沒有進入迦南的時候，就向他顯現，呼召他說：離開本地和親族，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。於是亞伯拉罕順從神的呼召，離開哈蘭，進入迦南。但在那裡，神並沒有立刻給他產業，只是應許將來要賜給他的後裔。那時他甚至還沒有孩子。神又對他說：你的後裔要寄居外邦，被奴役400年，但神必親自審判那使他們做奴的國，之後他們要出来，在這地方侍奉神。這個應許成為後來整個民族歷史的起點。後來亞伯拉罕生了以撒，以撒生了雅各，雅各生了12位先祖。這些人成為以色列12支派的根源，但他們之間從一開始就充滿張力。約瑟因被兄弟嫉妒，被賣到埃及，但神與約瑟同在，使他在一切苦難中得恩典，從被賣為奴到被下監牢，最終被高舉，成為埃及的宰相。在饑荒來臨的時候，他成為拯救全家族的人，也使整個家族進入埃及得以存活。後來雅各帶着全家下到埃及寄居，直到那一代人過去。以色列人在埃及逐漸繁衍壯大，但隨後興起的新法老不認識約瑟，開始壓迫他們，使他們成為奴隸。就在那個時期，摩西出生，他在神眼中是俊美的孩子，被隱藏3個月後，被法老女兒收養，在埃及皇宮長大，但他心中仍然認同自己的族人。40歲時，他看見一個埃及人欺壓以色列人，就出手打死那埃及人，以為弟兄們會明白神要借他拯救他们，但他們並不明白。第二天，他想勸解2個爭鬥的同胞，卻被拒絕說：誰立你做首領審判我們？摩西因此逃到米甸，在那裡寄居40年，直到有一天在曠野的荊棘火焰中，神向他顯現，呼叫他說：把你腳上的鞋脫下來，因為你所站之地是聖地。神說：我已經看見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苦，我也聽見他們的哀聲，我下來要救他们。如今我要差你回埃及去。於是神差遣摩西回去，借他帶領百姓出埃及。在曠野40年中，神一直與他們同在，賜下律法，設立會幕，使他們知道如何侍奉神。但以色列人卻在曠野中不斷悖逆，轉向偶像，甚至造金牛犢，說這就是領我們出埃及的神。他們的心一直偏離神。後來約書亞帶他們進入迦南地，逐步得地為業，直到大衛興起成為王。大衛渴望神建造居所，但真正的聖殿卻是所羅門為神所建。但司提反在此轉折處提高聲音說：其實至高者並不住人手所造的殿，正如先知所說：天是我的座位，地是我的腳凳，你們要為我造什麼樣的殿呢？這一切人手所建的，並不能限制神的同在。他說：你們這應着景象的人，心與耳未受割禮的人，時常抗拒聖靈。你們的祖宗怎樣，你們也怎樣。你們受了律法卻不遵守，反而逼迫先知，如今又出賣並殺害那義者。眾人聽見這些話，心中極其惱怒，向他咬牙切齒。但司提反被聖靈充滿，定睛望天，看見神的榮耀，又看見耶穌站在神的右邊。他說：我看見天開了，人子站在神的右邊。眾人大聲喊叫，捂着耳朵，一起衝上去，把他推到城外，用石頭打他。見證人的衣服放在少年人掃羅腳前。他們正用石頭打他的時候，司提反呼求說：主啊，求你接收我的靈。又跪下大聲喊着說：主啊，不要將這罪歸於他們。說完了這話就睡了。那一天，一個人的講論結束了，但一個新的見證開始了。在憤怒與石頭之中，他仍然看見天打開，
在死亡之中，他仍然說出了寬恕；而在城外的塵土裡，一個名字被記住，一個見證被留下。